世嘉游戏 CD 如果不小心倒放录音机里，会有损坏扬声器的风险，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有些光盘就输入了警告音。舅舅小时候非常沉迷找出这些不同的音色，可惜现在已经不兴这套了，家里甚至连 CD 机都没有。舅舅非常失望，突然又想起来在异世界会到唱歌魔物的事。温泉事件结束后的1个月，他在某个城镇接下了讨伐会唱歌魔物的委托，来到森林中，发现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在不停的唱歌，唱得还挺好听。舅舅原本都冲到魔物跟前了，却突然发现魔物脚下出现一个人影，于是猛地急刹车砸向魔物。这时他才发现，原来魔物是用冰堆起来的冰雕，而那个人影正是梅贝露。会唱歌的魔物居然指的是他。舅舅提醒他，一个女孩子独自到森林里很危险。梅贝露表示不用担心，她的野兽之袍上施加了幻影魔法，只要一趴下就会变成魔物的拟态，有了这个就能在野外任何一个地方露宿了。舅舅奇怪，他不是在王都安稳的作为正规骑士就职了吗？怎么还会露宿野外？梅贝露一脸的高深莫测，王都的天空对他来说太狭小了。舅舅震惊，难道梅贝露自己放弃了高薪骑士的待遇？这是多么自由的活法呀！然而事实是，他是被骑士团开除的。为了能在森林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，梅贝露做了个冰雕恐吓别人，这就是会唱歌的魔物的由来。既然如此，舅舅二话不说就要打倒梅贝露，他可是下了委托的。既然是为魔物真面目的梅贝露没有搬走的想法，他就只能动手了。梅贝露吓得赶紧表示自己会搬走，舅舅到底是有多想打倒他呀？梅贝露发愁今后要怎么办？舅舅奇怪，把他给的戒指卖了，不就有一大笔钱了吗？但梅贝露非但没有卖了戒指，还把它挂在脖子上珍藏。舅舅提梅贝露当吟游诗人卖艺，毕竟他唱歌很好听。梅贝露很害羞，连忙推辞他唱歌不好听，而且他也不敢在别人面前唱。舅舅遗憾地表示太可惜了，如果他有梅贝露这么可爱而且唱歌好听的话，早就在日本影视界大捞一笔了。一听居然能凭借唱歌大把捞钱，梅贝露一脸的心神向往，异世界也太好了吧！可惜就连舅舅都不知道回去的方法。看舅舅表情寂寞，梅贝露主动提出给他唱家乡的歌。在舅舅的一番指导下，梅贝露唱了一首音调怪异的歌曲，但经文和藤宫总觉得莫名耳熟。突然两个人灵光一闪，是最老土的抓娃娃机的 BGM， 这原本是音速索尼克的 BGM。 一曲唱完，舅舅流着幸福的眼泪倒在梅贝露的怀里，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个蓝色刺猬。梅贝露就这样抱着舅舅又唱起了另一首游戏主题曲。而在这时，埋伏在一旁的王国骑士蠢蠢欲动，他们奉司令的命令，只要一直跟着梅贝露就能见到变成龙的兽人。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行动，就被同样跟来的精灵放倒了。精灵默默地看着舅舅躺在别的女人怀里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修罗场？一脸阴沉。第二天，舅舅告别梅贝露偷偷离开，精灵跟上来兴师问罪，舅舅是准备和冰之美少女载歌载舞的生活，还是又要去和勇者大人泡澡打情骂俏？精灵完全不给舅舅解释的机会，张口梅贝露，闭口艾莉西亚，但一次都没叫过她的名字。舅舅一脸莫名，精灵也没告诉过她的名字啊！精灵说我不听你个笨蛋！舅舅也火起来了，精灵不也是笨蛋兽人这么叫他的吗？精灵来气，那不是因为舅舅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的本名。结果话音刚落，舅舅就说出了自己的本名。整整12集，动漫都要完结了，我们终于知道舅舅原来叫岛崎洋介。精灵愣住了，舅舅居然把自己的本名告诉了他，于是精灵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反正就是一大串，比蒙古人名字都离谱。舅舅表示我记不住，就取其中的一个字叫翠好了。精灵很失落，让舅舅还是叫他精灵算了。他不是不喜欢，而是他的国家不允许他被这么称呼啊！那你们精灵每天说话前念这么一长串名字不累的吗？舅舅只想问精灵讨不讨厌这样的名字。在日本，翠指的是一种翡翠颜色的碧绿的宝石，就像精灵翠美丽的眼睛。两句话撩得精灵心花怒放，小拳拳捶胸口，趴在舅舅身上，害羞的不让舅舅在别人面前这么叫他，当然私底下怎么叫就行。当然他也不会叫舅舅，因为他想独占这个名字。和舅舅互换性命的精灵心情大好，就连追上来的梅贝露都觉得顺眼了不少。舅舅来这里是为了调查遗迹祠堂，也就是梅贝露歌声中的3座神祠之一。神祠是一帮战士的试炼之地。精灵和梅贝露恍然大悟，舅舅不就是一帮的战士吗？结果只听一声巨响，舅舅二话不说就把神祠给轰没了。随后祠堂内冲出一只巨大的灾厄，舅舅用上自己最大的魔力准备和灾厄开打。看的新闻赶紧按下了暂停键，这可是祠堂啊，随便破坏是会放出灾厄的。舅舅所以说他才会毁掉啊，把他带到异世界的是某种巨大的力量。他想着把祠堂里的灾厄打倒，应该就能推进剧情了吧？藤宫觉得奇怪，不是说破坏3座祠堂才会放出灾厄吗？舅舅明明只破坏了1座。这时记忆精灵自动显示，原来在舅舅打哥布林大军和刺猬魔术的时候，剩下2座已经被他毁了。视频继续播放，舅舅全力攻击也没能伤害到灾厄分毫。原来灾厄是神圣魔法的结晶，没有实体，所以攻击不起作用。而灾厄运用恢复魔法唤醒了附近所有死去的魔物，大批的魔物朝着精灵和梅贝露冲来，就算被杀死了也能马上复活，非常难缠。舅舅打算用火魔法把这里全部烧光，突然在半路停下，转头对着精灵他们释放了魔法。梅贝露愣在原地，还是精灵冲上来甩出符咒，再加上动神界的力量，才抵挡下了狂暴的火焰。舅舅被灾厄精神控制了，眼看舅舅就要再度动手，艾泽加突然飞起一拳，把舅舅砸出数米远。勇者小队赶了过来，原来他们也是来讨伐会唱歌的魔物的。精灵赶紧告诉他，舅舅被操控了，敌人是神圣魔法结晶。艾莉西亚发动魔杖的力量，想要扭转舅舅的神智，在魔
法的作用下，艾莉西亚潜入了舅舅的内心。小时候的舅舅一个人坐在狭窄的房间里，和冷冰冰的黑匣子相对而坐。听到艾莉西亚的描述，众人都非常的痛心，这是多么阴暗的过往。万幸舅舅恢复了神智，他从空间里掏出一瓶东西扔到灾厄面前，灾厄的力量瞬间被那个瓶子里的火焰吸收。随后一只巨大的魔炎龙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既然敌人没有实体，那就创造实体，他要用魔炎龙把所有恢复能量全部吞噬，然后再打倒魔炎龙。